一群蚂蚁盯上了一只螃蟹，这只螃蟹只够他们塞牙缝，螳螂只是好奇看了一眼，就被他们硬生生地拧掉了脑袋。他们是世界上最恐怖的蚂蚁，每当2000万大军倾巢而出，一天就能屠杀超过3万只猎物。他们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行军蚁。但即便是如此强大的军团，也会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。切叶蚁女王同样拥有超强的军队，他们的神秘部队战斗力惊人，两军相遇必定水火不容。接下来这场跨越上百公里的战役堪称昆虫界的史诗级战役，战火燃尽了行军蚁踏过的每1毫米土地。一场掠夺者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战争一触即发。随着黑蚁部落加入战斗，这场史诗级战役也从2国争霸升级成为3国演义。然而这一切的源头还要从一声惊雷说起。这群正在全速前进的就是行军蚁，兵力高达1200万，号称昆虫界的干架之王。凭借其庞大的数量优势，它们能以覆盖地面4000平方米的范围进行地毯式捕猎。与其他蚂蚁不同的是，它们完全没有固定巢穴，而是在雨林里四处烧杀抢掠，活动范围高达数百平方公里。任何胆敢挡在它们面前的生物都将格杀勿论。在持续不断的扫荡行军中，它们逐渐逼近切叶蚁的巢穴，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战已经无法避免。而这个眉清目秀的就是切叶蚁女王，切叶蚁帝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，平均每分钟产20个卵，一天持续24小时，全年无休，仅凭一己之力就缔造了兵力高达800万的切叶蚁帝国。与行军蚁不同的是，他们并不进行狩猎活动，而是每天从外面采集大量的树叶，然后把以后随身携带的真菌种上去，长则2个月，短则60天，真菌就可以生长成为可食用的食物。说白了就是种蘑菇。炊事蚁会将采集的食物进行进口加工，然后以出口的方式送到每一位居民口中，俨然一个微型的现代社会。而王国的最底层生活着数量庞大的工蚁，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打工。由他们建造的巢穴深达8米，不仅能通风排水，还能自动将流入的空气精准调节到25度。这奇迹一般的工程完全由工蚁们在没有施工蓝图的情况下完成。而这种体型庞大的就是兵蚁，他们从不参加劳动，生来的任务只是为了干架，说人话就是保安。城堡外几百万只工蚁兢兢业业，正源源不断地将切割好的树叶运回巢穴。它们锋利的下颚含有一种特殊的金属物质，其坚韧程度堪比纪晓岚，能以每秒1000次的惊人频率震动。每只工蚁都能扛起比自身重50倍的叶片，并持续不断地冲刺180米。这就相当于你们人类单手举着一辆重型 SUV， 然后憋着气跑了2圈马拉松。在这种超级牛马的辛勤劳动下，帝国兵力早已超过800万。然而就在切叶蚁巢穴的不远处，一只行军蚁斥候发现了切叶蚁的巢穴，帝国坐标已然暴露，而切叶蚁对此却毫不知情。行军蚁指挥官直接下达扫荡指令，数以百万计的狂暴军团率先出击。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。指挥官同时启动斩首行动，打算使用闪击战术直冲女王的寝宫。只要杀死他们的以后，这场战斗将直接宣告大获全胜。而巢穴内的切叶蚁还不知道战争已经来临，行军蚁瞬间厮杀到切叶蚁的城门下，惊慌失措的切叶蚁连忙展开反抗。但面对穷凶极恶的行军蚁，他们只能以命相搏，拼死将行军蚁堵在家门口。但行军蚁大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加入战场，而切叶蚁的大部分兵力还在回防的路上。帝国大门被攻破只是时间问题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天空瞬间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落下。行军蚁用来交流的信息素被雨水冲散，指挥官失去对先头部队的掌控，行军蚁大军的进攻节奏被完全打断。由于有了上一次失败的惨痛经历，行军蚁被迫撤军。此次斩首行动宣告彻底失败。他们在切叶蚁巢穴不远处建立了临时营地，一旦大雨结束，就会立刻发起全面进攻。切叶蚁帝国迎来了短暂的安宁，但此刻行军蚁军团必须严阵以待，因为他们搭建营地的位置是一支黑蚁部队的领地。此刻黑蚁们正杀气腾腾地盯着这群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。大雨过后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，
凶神恶煞的黑翼部队集结了大量兵力，对行军蚁率先发动突袭。他们来势汹汹，显然不是什么善茬，而行军蚁也丝毫不惯着他们。犯我者，虽远必诛，优势在我。随着指挥官的一声令下，整个军团瞬间沸腾起来。一支200万规模的小分队收到杀戮指令，闪电出击。他们兵分3路，打算从正面硬刚来敌，是要将这支不长眼的黑蚁部队彻底铲除。2个食肉蚁群爆发了激烈的战斗。这种黑蚁体型庞大，战斗力爆表，一开始就占据了上风，但他们的兵力实在太少，仅仅1个半小时，也就是30分钟的时间，黑蚁部队就被打得溃不成军，主力部队几乎被斩杀殆尽，只剩些残兵败将撤回到树上的基地内暂避锋芒。但行军蚁却没打算放过他们，而是增派兵力乘胜追击。这次的目标不仅仅是黑蚁部队，还有他们巢穴里的黑蚁幼虫。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巢和后代，黑蚁部队只能在树干上展开防守。他们将通往巢穴的树干围得水泄不通，试图利用地形优势来阻击对手。但凶狠残暴的行军蚁却根本不讲什么战术，而是直接派出悍不畏死的敢死队。他们一旦咬住对手，就会拉着对手直接从高处跳下，1只、2只、5只、10只，越来越多。树林间瞬间下起了一场蚂蚁雨。天真的黑蚁做梦也没想到，行军蚁竟如此凶残，黑蚁部队的防线被瞬间撕裂。随后他们紧急组织兵力，打算做殊死一搏，但行军蚁并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，反而继续增派兵力，加大对黑蚁基地的攻势。在行军蚁如泰山压顶般的攻势下，黑蚁部队被全部斩杀，巢穴内的幼虫也被洗劫一空，沦为行军蚁大军的军粮。这些优质蛋白对军团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战备物资，全部被安全地运送回临时基地。但这些战利品根本无法满足行军蚁的野心，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切叶蚁巢穴内更多的幼虫。所以指挥官直接发出了全军出击的指令，号令全军开启杀戮模式，拒绝怜悯，拒绝俘虏，拒绝任何活口，势必要将切叶蚁帝国彻底碾碎。全军出击，碾碎他们。随着指挥官下达冲锋指令，数以百万计的狂暴军团率先出动，他们兵分多路，以毁天灭地之势向切叶蚁帝国发起冲锋。但令人疑惑的是，切叶蚁帝国的城门没有任何兵力把守，行军蚁大军长驱直入，直接攻入切叶蚁巢穴，与巢穴内的切叶蚁部队展开激烈厮杀。行军蚁虽然有强壮的下颚，但嘴上长着纪晓岚的切叶蚁却丝毫不虚，双方势均力敌，打的是有来有回。与此同时，埋伏已久的切叶蚁主力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后方包围上来，与巢内的防守部队联合作战，对行军蚁形成包围之势。一招诱敌深入的高超战术，将战场局势瞬间改写。腹背受敌使行军蚁部队逐渐陷入困兽之斗，他们的闪击战术反而将自己送入了绝境。巢穴内的战斗还在继续，但巢穴外，一支更大规模的行军蚁部队从巢穴的通风口悄然潜入，这才是行军蚁真正的主力部队。刚刚的冲锋只是行军蚁的佯攻，以少量兵力成功牵制住切叶蚁部队的大部分兵力。主力部队与巢内的先锋部队相互配合，爆发出了恐怖的战斗力。切叶蚁部队的伏击战术被彻底瓦解，无数行军蚁攻入巢穴内部，切叶蚁部队的防线被彻底撕裂，战场局势瞬间扭转。面对数百万行军蚁的围攻，切叶蚁部队被打得溃不成军，女王不得不在贴身侍卫的保护下逃往地下深处。工蚁们也开始转移幼虫。对于以女王为核心的切叶蚁帝国来说，以后和幼虫才是帝国的未来。但行军蚁大军绝不会善罢甘休，随着指挥官的一声令下，他们直接冲入育婴房，发挥他们凶狠残暴的一贯作风，将洞内的傻白甜洗劫一空。与此同时，指挥官重启斩首行动，对女王下达了追杀令，是要将切叶蚁帝国斩尽杀绝。这场宿命之战即将进入尾声，无数行军蚁沿着巢穴的回廊和通道寻找女王的踪迹，切叶蚁女王被逼入绝境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女王还有一支极为神秘的高达部队，由于他们更加凶狠残暴，所以平时被封印在巢穴的最深处，只有在帝国生死攸关的时刻才会解除封印。这支部队由几万支特化兵蚁组成，巨大到夸张的下颚蕴含着恐怖的破坏力。
任何敌人在他们面前都是一口一个小朋友，但他们不能单独行动，而是需要一名技师来指挥作战，这也成为了这支部队唯一的缺点。但随着高达部队加入战斗，帝国将士们的士气瞬间暴涨，他们相互配合，化身成几万台冷酷无情的战争机器，将行军蚁部队打得节节败退。但聪明的行军蚁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弱点，随后集结兵力对技师们发动刺杀。失去指挥的狂暴巨兽开始发动无差别攻击，整个战场陷入一片混乱。而地下深处的女王及时感受到了战场的局势，毅然决然地返回前线。她御驾亲征，用她强大的信息素重新获取对巨兽的控制，率领部队展开猛烈的反击。战线被一点点地反推回去，但不可一世的指挥官接受不了兵败的事实，疯狂地指挥部队往前冲，同时偷偷地派出了最顶级的刺客，试图对女王进行暗杀。岂料女王却早有防备，她的亲卫队早已用肉体为女王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铠甲。刺客暗杀失败，被愤怒的亲卫队咬成了两半。随着刺杀行动宣告失败，战局胜负已定，行军蚁即便在舍命强攻，也只是徒增伤亡。见大势已去，行军蚁大军只能仓皇逃跑。这场战役足足打了2天1夜，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切叶蚁帝国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宁静，他们必须不断地发展壮大，尽快让帝国恢复战斗力，因为又一场恶战即将来临。一群更加凶猛残暴的马塔贝勒蚁正朝着切叶蚁帝国悄然逼近。我是动物之星，我们下期见。